爷爷是真疼我呀，我以后会好好孝顺他老人家的。不管是不是你的本意，你送过来就是你的爱心。战维不在乎是不是他亲手熬的补汤，只要是他亲自送过来的，哪怕是白开水，他也开心。你喝过了吗？战维问他。蓝若若说道，我用了早餐才出门的，当然喝过了。你喝吧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那我自己喝了。蓝若若嗯着，示意他快点喝。看战维喝得津津有味，蓝若若忍不住说他，你平时不喝汤吗？看你喝汤像是在喝琼浆玉液似的。我平时也喝汤，不过这是你送过来给我喝的，我就觉得很好喝。蓝若若好笑的道，又不是我亲自熬的补汤。爷爷说你送我礼物了，让我要礼尚往来，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给你，只得给你送点补汤过来，让好好的补一补。爷爷对我太好了。蓝若若说道，可不是吗？对你好过对我了。他和战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爷爷就把战维当成孙女婿疼着了。他的家人对他好，而他的家人，他连见都没有见过。见过了彤姐，但那是他的堂姐，他的父母亲兄弟他都没有见过。战维看他两眼，意味深长地道，以后我会吃你的醋，他爸妈以后会疼他胜过他的。你慢慢喝，我回公司了，等下要开早会。蓝若若起身要走，咱们两家公司合作的事，不是说今天谈谈吗？干脆谈完了合作，你再回公司。蓝若若顿住脚步，扭头对他说道，昨天随口说的，真正要谈合作，还得安排一下时间。我最近的行程都排得太满，插不进来。今天的早会很重要，我不能缺席。他是副总裁呢。战维放下了保温饭盒，起身送他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，就跟我说，与你合作的事，我随叫随到的。蓝若若笑笑，忽然帮他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以及领带，问他，这套西装是我送给你的吧？是你送的，很合身。战维甜丝丝的道，你送的当然合身，咱俩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斗了这么多年，知己知彼，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。他穿多少码的衣服他知道，就是他的三围他都清楚得很。你的身材很好，如同衣架子一般，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很帅，迷死人了。蓝若若说着，在他的脸上捏了一下。爱慕你的人很多，我以后会不会很多情敌？战维在他缩回手时捉住了他的手，认真的道，若若，别人爱慕我，我管不着，但我能管得住我的心。我爱上你就一辈子只爱你一人，我的心很小，只装得下一个你。你可能会有情敌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和你一起对付那些意图破坏咱们的情敌的，不会让你独自作战，只要咱们能结婚，往后余生我都会保护你，爱你，疼你。蓝若若抽回了手，一辈子很长，现在说什么都是虚的。我回去上班了，你快去喝你的汤吧，不用送了。走之前他都还捏了一下他的脸，手感还不错。上次喝醉了酒，摸了多次，就是觉得手感不错，还亲过他。蓝若若对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没有记忆了，不知道亲吻他是什么滋味。改天有机会了，重拾一下记忆，尝尝美男子是什么滋味。蓝若若在电梯口遇到了长啸，今天的太阳居然从西边升起来，我居然能看到常总。蓝若若不客气地打趣着长啸，长啸度量好，一点也不计较他的打趣，反而哈哈的笑，我是杨泰的创始人，总要过来看看的。蓝副总要走了吗？不多坐会儿。不了，奉我爷爷之命给战维送点补汤过来，说他一个人在阳城，老板无良，什么活儿都压在他身上，累死了，送补汤给他补一补。这是心疼战维又骂了长啸，长啸脸皮厚，依旧笑呵呵的，战维有福了。蓝副总请。长啸走出电梯，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让蓝若若进电梯。
电梯门关上了，长啸才往战维的办公室走去。秘书看到长啸后打了个招呼，就没有说什么了，也不知道能说什么。长啸虽说是杨泰的创始人，但他没能力带领杨泰走出困境，差点还倒闭了，是战维带着杨泰走出来的。要说长啸的本事吧，就是会演识英才，招了战维进来当职业经理人。战维刚进杨泰的时候，长啸还会天天回公司上班，有个老板样。发现战维能力很强后，长啸就开始将公司的权力移交给战维，他退居幕后。当杨泰扭亏为盈后，长啸完全是个甩手掌柜了。同时知道有人开始想撬走战维，又被同行蓝氏集团视为新对手，长啸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果断地将杨泰的一半股份无条件转让给战维，让战维成了杨泰的老板，股份和他一样多，那样杨泰也就成了战维的公司。战维岂会将自己的公司拱手让人，自是拼尽全力也要让杨泰越来越强大。不得不说，长啸这一步棋走对了。他虽说让出了一半的股份，但保住了杨泰，也保住了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。这几年来，不是没有人想离间两个人的关系，长啸始终站在战维这一边，谁在他面前说战维的坏话，他就跟谁绝关。一天使就连常太太都担心战维会完全霸占杨泰，安排了自己娘家亲戚进杨泰，结果亲戚们在杨泰作威作福，都不用战维出手，长啸就亲自将老婆娘家亲戚炒了鱿鱼，又跟老婆好好的分析了一番后，常太太之后就不再插手公司的事，也像丈夫一样100%的信任战维。长啸不在乎秘书是什么态度，他没有经商的本事，但用人不疑，度量大就足够了。战维为他挣下了几个亿的家产，只要他一家人老实本分呢，家产也够他的儿女辈们一辈子富足了。杨泰只要还活着，他一家人的生活都有保障。况且他前2年还买了些房子和商铺出租，虽说如今房地产不好了，他买的房子和商铺都在阳城市中心的好地段，不愁租不出去，每个月收到的租金也够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了，更不用说还在银行里存了大额的存款。不擅长投资的他就是保守的存着钱，每年从银行里拿到的利息也是普通人花上几年都赚不到的。长啸敲了门，得到战维的允许，他才推门进去。啸哥，你来了。战维看到是长啸，起身打招呼。长啸一进来就闻到了汤的香味，他走过来笑道：“这汤闻着比你嫂子熬的都要好喝。”战维老实的道：“是比嫂子熬的汤要好喝。”两人关系好，有时候会邀请战维过去吃饭。常太太会亲自下厨露两手，家常菜的话，常太太做的不错，不过跟5星级大厨相比还是差了点儿。兰家的厨师是5星级大酒店请回来的大厨，长啸没有发家之前，也就是小康家庭，没有请保姆，都是常太太自己为一家人准备每天3餐。在杨泰差点倒闭时，经济困难到每天3餐只喝粥呢，故而常太太会做的就是家常菜，战维露两手的话都能打败常太太。啸哥，你今天过来，公司的事就交给你，我傍晚要陪若若参加同学聚会。闻言，长啸扭身就要走，战维一把拉住他，说道：“长啸，杨泰你也有份的，杨泰还是创建的，你不能什么都不管，遗忘我专注工作。你不回公司，不管事就算了，我有时间管理公司，打理一切。可是现在我要追妻了，这可是我的人生大事。你看你都生了3个孩子，我还单着呢，我都31岁了，家里人着急的不行，你得分担一点工作量，让我有时间追妻。”长啸垮着脸说道：“老弟，不是哥不想帮你，是哥没有那个本事呀。现在公司里有什么项目在进行中的，我都不清楚，我除付数钱，就真的不会做其他事了。他在家里也是当奶爸的，
负责带最小的孩子。夫妻俩一共生了3个孩子，大的2个都是高中生了，小的才上幼儿园，老2和老3都隔了10年。生活条件好了，家大业大了，他老婆还想再生一胎，反正养得起了。要是再生一胎，4个孩子，他还要继续当奶爸呢。夫妻俩都是很喜欢孩子的人，他们的孩子被教的也很好，懂事的很，学习成绩不错，大的2个都不用怎么管了，只要出学费供着读书就行。不难的，有特助呢，还有几个副总，你只需要看看文件，签字就行。会送到你这里来需要你签字的文件，都是过了关的，不用你再考虑什么，只管签字就行。长啸说道：“战伟老弟，你当真喜欢蓝若若呀？那可是咱们公司的死对头呢，你不怕他用的是美人计？蓝若若又是个女强人，你们俩斗了那么多年，你强她强，以后结了婚闹点矛盾的话，谁都不肯低头，有你受的。不过蓝若若这个女人的确不错，家庭背景又好，你娶了她，也能缓解一下2家公司的矛盾。”长啸没有拉踩的意思，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他也是看到了太多关于战维和蓝若若的传言，想吃瓜才会回公司吃瓜的，可不是回来上班的。他真没有那个本事，战维不会让他轻易离开。上次一说开会，这家伙溜得比兔子还要快。他拉着长啸坐下来，严肃地道：“长啸，你给我老实坐好，敢走的话我就罢工了。”长啸苦着一张脸，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。汤，战维，你喝汤，先喝汤。他讨好的让战维先喝汤。我不走。战维威胁了他一番，谅他也不敢走的。先喝完了保温饭盒的汤，放下饭盒后，长啸赶紧递给他几张纸巾，让他擦擦嘴边。长啸，你不用像狗腿子似的，咱们是平等的，杨太还是你创建的呢？你当了几年的甩手掌柜也够了，该尽一点你的责任了。又不叫你天天回公司，每天花上半天的时间坐镇公司就行了。主要是有些重要文件需要咱俩签字的，你签字就行，我若是在公司就不用你管了。长啸说道：“蓝若若工作也很忙，你追妻也不用天天去守着她的吧？这样行吗？每个周五我回公司上班，你周五连同周末休假，那样有3天时间，足够你去追妻了。你和蓝若若早已知己知彼，追起来很容易的。等你们俩成了真正的情侣，还像以前那样你管着公司，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。等你们俩结婚了，我名下的股份再拿出2%送给你当做新婚贺礼，那样战维就成了杨太最大的股东。战维绝对不会抛弃杨太的了。虽说以现在杨太的价值来说，他送出2%的股份也不少钱了。长啸想自己没有本事稳住杨太，靠的是战维，自己少一点股份无妨。只要杨太在，他每年的收入也不菲了。主要是自己都不用操心，那些钱就自动流入他的账户。战维的真实身份他现在也知道了，管城战家的七少爷，战维是不差钱的主。之所以来阳城打工，是战七少想脱离家族的庇护，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。杨太对于战七少来说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是证明战七少能力的。下午我要提前下班，但有几份重要的文件可能临下班才能送到我办公室，让我签字。战维说到这里就看着长啸不说话了。长啸陪着笑脸，下午我在公司，你想提前下班就提前下班吧。那几份文件是要是不用我再考虑什么的，我直接签字盖章就行，签我的名字，盖你的章，免得大家不执行。杨太上下现在只听战维的，他这个创始人，如同虚设一般。他担心只有自己签字，下面的人不会执行，没有公信力吗？盖上战维的章才有公信力。
不用那么麻烦，盖上我们公司的公章就行了。顿了顿，战维又说：“随你的便，你想盖就盖吧。”